现男友变心，不是因为他夜不归宿，也不是因为有暧昧短信，而是在一个寻常下午，他看着我吃饭，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：悠悠，你怎么开始挑食了？朋友听完我的叙述，怔了一下，似乎无法理解这件寻常小事。而以前的应怀谦会说我的悠悠太可怜了，以前他会说我的悠悠连爱吃的东西都只有几样。就这。爱意的消散从来都不是惊天海啸，而是不动声色的退潮。应怀谦回家的时候已经晚上10点多了，窗外正下着细雨，唐优正坐在客厅，一边揉着小腿肌肉，一边听着窗外的雨声。门锁响的那一刻，他没有抬头，只是将地毯铺得更整齐些。回来了。他手里拎着伞，外套上还有一点雨水没干，动作显得很自然。吃过了吗？路上买了点，怎么还没睡？练完琴不困。我让张妈给你换了地毯，那块隔音效果不好。你听见了？听不见。温米说隔音不行，对琴音不好。我想到了，温米就是公司新来的顾问，前几天你见过的。哦，他确实见过那个女人。那天他去公司接她，刚好碰见对方。温米穿着利落干练的西装裙，手里拿着咖啡，一路有人汇报。他没打招呼，应怀谦笑着介绍说，那是很有能力的合作伙伴，人是不错，成熟且有分寸。唐优知道自己不是那种吸引他的，可偏偏他感觉到了。他看那个女人的眼神和当年一模一样。你想吃夜宵吗？不饿。那你别拉太久琴，小心手腕。知道了。他站起身进厨房拿杯子，听见应怀谦从身后慢慢走了进来。明天公司要开股东会，我得早点出门。你那场独奏音乐会最后定下时间了吗？还没。定了记得提前告诉我，我好再调整安排。唐优背对着他，轻轻地摁了一声，水烧开了，雾气模糊了脸。他接过来，手指碰到唐优的那一瞬间，他轻轻缩了下。那天晚上他们都睡得不太好，他翻了很久，他却始终没有抱他。以前他一翻身就会把他拉进怀里，哪怕半梦半醒都不肯松手，可现在他甚至没有察觉他醒着。唐优睁着眼看着天花板发呆，他想起那场聊天的最后，其实应怀谦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他们正在吃火锅，桌上摆着他从小就不太喜欢的毛肚和腐竹。他动筷子少了，应怀谦便下意识问了那句：悠悠，你怎么开始挑食了？那语气太客气，也太陌生了，就像是在和谁吃惯了饭，换了人后突然不适。他不知道，就是那天他无心的一句话，像一根针从他柔软的心口穿了过去。唐优还记得10年前他们刚在一起那会儿，他第一次来他家吃饭是在一个落雪的傍晚。他坐在他家装潢精致的餐厅里，手都没敢放到桌上，局促地看他父亲一眼，又偷偷瞥他一眼。他妈妈说悠悠爱吃辣的。我也爱吃辣的。他看着他吃着辣椒红油火锅时，眼眶都红了，硬是憋着不吭声。吃完饭他送他下楼，看他鼻尖冻得通红。你爸好吓人，我刚才都快喘不过气了。那你还来？你在这儿我就来。那时他还只是个什么都没有的小子，脾气暴躁，性格张扬。他永远在他楼下，戴着耳机靠在栏杆上等他放学。他追的所有人都知道，他会在他上楼的时候叫一声悠悠。加餐别再瘦了。我不喝冰的。第二天就是温的。他说他喜欢听柴可夫斯基，他就连夜去搜那些他完全看不懂的曲子。他成绩差得一塌糊涂，但他把高考志愿表死死按着他的城市填。我跟你考一个地方，我不放弃。后来他做到了，穷困潦倒地站在那个城市，拎着他爱吃的炒栗子，笑得一脸灿烂。他终于答应了他。那天刚好是他18岁生日，他亲手为他拉下琴房的帘子，然后用打火机一支一支点亮蜡烛。他拉琴，他在旁边听，听着听着就红了眼。悠悠，我会拼命变得更好，只为了你。可是现在呢？他出差的时间越来越多，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。他曾经那双眼睛总是追着他看，如今却常常停在手机屏幕上。他不是没察觉，某天夜里他睡不着，起身倒水，看见书房的门虚掩着，他正在打电话，对面是一道隐约的女声。他还没睡，我晚点再去找你，等我。那一瞬间他站在走廊尽头，冷得像被风从骨缝里灌了进去。他没推门，只是默默地转身，然后第二天依旧像往常一样为他系领带，把他爱穿的衬衫熨得平整。那你还爱他吗？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怎么不爱？爱了10年，从青春的巷口到如今的厨房、沙发和阳台，他怎么可能说忘就忘？只是他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人的心变了，
是听不见的，但你总会在某一个细节里突然意识到，那扇曾经只为你敞开的门，已经悄无声息地留了缝给别人。唐优正低头整理琴谱，窗外天色阴沉，云压得低。喂，唐小姐，是我殷总的秘书。他手机落在办公室了。不是，是殷总他出事了，现在在医院。唐优怔了几秒，指尖收紧。你说什么？下一刻，他猛地站起身，椅子在身后倒地，闷声砸在地毯上。你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他追问着，声音也冷了下去，带着抑制不住的颤意。是在赛车场出了点意外。赛车场，唐优只觉得心口猛地一震，像有什么东西顿顿地砸下来，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。殷怀谦已经很多年没碰过赛车了，自从他们在一起后，他再也没去过那种危险的地方。我的命是你救的，不能再赌了。可是现在，他为什么会再次出现在那个地方？唐优顾不上细想，抓起外套和车钥匙就冲了出去。一路上，他的心跳咚个不停，挂在喉头始终不肯下来。刚到病房门口，就听见了里面传来的轻声交谈。还疼吗？是女人的声音，柔和而带着关切。唐优下意识屏住呼吸，脚步轻了下来。没事，死不了。男人的声音懒洋洋地回着，带着一贯的吊儿郎当。唐优贴着门边，指节绷紧，是殷怀谦。他也终于看清了那个女人的模样，温我。你倒是潇洒得很，要不是我硬拽着你过来，你是不是打算就那么算了？都是小伤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这么包扎，你还让我怎么回家？唐优只觉得胸口像是被什么狠狠撞了一下。片刻后，他听见温卫问：他知道你来赛车场了吗？殷怀谦没有立刻回答，过了好一会，他才低声道：不知道，也不会知道。也是，她那种乖乖女，一听赛车2个字，估计心脏都要停半拍。和他没关系，这次要不是他们说的太过分，我也不会答应比赛。哦，你是在说，都是为了我，你才愿意上场的？别瞎想，只是他们说话太难听了，我看不过去而已。唐优站在门外，整个人仿佛被冻结。他记得很清楚，以前殷怀谦很喜欢赛车，那天他刚跑完一场比赛，因为刚下过雨，拐弯的时候车身打滑，直接重重地撞到了旁边的护栏。他赶到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一幕，浑身发抖，又怕又气。殷怀谦一瘸一拐地下车，远远的就瞅见了他，然后走过来。唐优跑过去，红着眼问他有没有事，然后骂他：殷怀谦，你混蛋！悠悠，我不玩了，好不好？你不喜欢，我就不碰了。那时他以为他是为了他放弃热爱，现在他才知道，他只是换了个人，一起去犯险。唐优缓缓地后退了一步，直到被贴上冰冷的墙壁，才回过神来，心跳像鼓，耳边嗡鸣不止。他没有进去，只是静静地站了一会，然后转身离开。秘书正好从电梯口匆匆赶来，见他走这，愣了下，随即又松了口气。唐小姐，您没进去吗？他伤得重吗？没有，就是小腿擦伤，缝了几针。医生说他恢复得快，再休息2天就能出院。那就好。唐小姐，对不起，我本来不应该打给你的，但我怕殷总再这样下去，早晚出大事。他这样多久了？有半年了。半年，也就是说，温密出现在他身边半年了。唐优轻轻闭了闭眼，谢谢你。说完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医院。回去的路上，车堵得厉害，玻璃窗外是来来往往的车灯，明灭不定。唐优靠在座椅上，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的一幕，那是高中的事情了。他在小巷子口被几个女生堵了，他们说他装清高，说他抢了别人的男朋友，他不知所措，不敢出声。下一秒，就听见轰鸣的机车声从巷尾冲过来。殷怀谦脱下头盔，眉眼冷厉的吓人。谁敢碰我女朋友？他挡在他面前，护得死死的。那时候的他眼里只有他，像所有的刀都只为他出鞘。唐优闭了闭眼，指尖缓缓收紧。现在的他还是爱他的吧，只是那种爱好像变了质，掺杂了别人的影子。他不恨他，也不怪他，只是觉得可惜。唐优从医院回到家时是凌晨时分，客厅里一片寂静。他脱了外套，把包放下，习惯性的倒了一杯温开水。他站在厨房靠台边喝了一口，发现手竟在轻微发抖。喝完水，他躺到床上，一动不动地盯着地板看了很久，直到眼睛都开始干涩。那份睡意依然还是迟迟不来，脑海里全是病房外听见的话和那句他不会知道。他把自己埋进被子，过了很久起身去拿一粒安眠药，随着药丸下肚，唐优这才终于缓缓地闭上了眼睛。第二天，殷怀谦回来得很早，天刚亮就有脚步声。悠悠，他慢慢转过身看着他走进来，脸上神色显得很温和。回来了。昨晚太晚怕吵醒你，就凑合一晚。唐优只是点了点头没说话。殷怀谦走过来揽住他。早饭吃了没？还没。那刚好，
我去做他起身走向厨房，里面响起切菜声和油锅的轻响。他记得他不吃油腻，烤面包时会在边角抹一点果酱。他洗净樱桃放在小碟里，连牛奶的温度都控制得好。唐优坐在餐桌边看着他忙碌，忽然觉得眼眶有些涩。你今天还有会吗？推了，想陪你。快喝，别凉了。唐优抬手接过时，注意到他左手有些不自觉的发抖。他的视线停顿了一会，随后很快的就移向了别处。下午出去走走，最近实在太忙了，都没怎么陪你。好啊。他依然贴心的叠好纸巾，弯腰给他把那双拖鞋摆正。就在他起身时，外套里掉出来一张酒店的消费发票。唐优本想帮他捡起，却瞥到了最下面那行的小字，发票上清清楚楚写着双人套房，属于情侣尊享。我衣服脏了，看你盯着他看了大半天，蹭到灰了。你以前挺讲究的，怎么变了？反正现在你在我身边，讲不讲究都行。这像是一句甜话，唐优听着就觉得心口泛起阵钝痛。他笑了笑，把那张发票轻轻地塞进抽纸盒的底下。有没有想我？有多想？就刚刚好。我特别想你。唐优靠着他垂在身侧的那只手却在缓缓地收紧。他知道他是真的爱他，从不吝啬任何的温柔偏爱。可是现在的他却会不顾一切地为另一个女人出头。他会在他熟睡时撒个谎，再回到他身边扮演深情。唐优觉得和应怀谦在一起像在喝一杯温热拿铁，虽然加了奶，但还是苦。他曾经是个最怕苦的人，以前连药片都要就糖水，现在却什么都能咽下了，包括那种细小到难以描述却又如影随形的失望。应怀谦的手指轻轻捻着唐优的发尾，像是不舍得松开似的。你今天是不是偷偷喷了香水？很甜。没有，是你前天送我的那支护发精油。看来我眼光不错。应怀谦轻笑着，然后在他发顶落下一吻。唐优就这么挽着应怀谦的胳膊，靠在他肩上，鼻尖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冷杉香，熟悉的让人心安。你上次说要带我去那家书店，结果又忙忘了。所以今天不就补上了吗？还想逛哪儿？想吃柠檬塔，很久没吃你买的了。我记得你喜欢偏酸的口感，别家做的都太甜。他低头亲了亲他额角，他依旧记得他所有的喜好，像过去每一个细节从未淡去。这家店是唐优喜欢的口味。他看着应怀谦熟练地切开柠檬塔，他把中间那一小块最松软的留给他，让他产生一切没变的错觉。喝完下午茶，他们又一起去逛了书店。就在唐优准备买单时，应怀谦的手机响了，他皱了下眉。我去接个电话。唐优站在柜台前，看着他走到窗边，接起电话。那通电话没持续太久，但他的语气明显不如刚才温和。你在哪儿？我现在过来。他说完这句，转身回来，脸上恢复了刚才那副熟悉的笑意。公司那边临时有事，我得先走一趟。我在这等你。别等了，不确定要多久，等我回来接你。听话。他转身走得很快，好像真的很急。唐优站在原地，望着他的背影，迟疑了一瞬，提着袋子出了书店。他没有叫司机，也没回家，而是叫了辆出租车，悄悄跟着他离开的方向。他其实很少这样做，可今天他总觉得心里堵得慌，像有什么东西非得看清楚才行。出租车远远跟着那辆黑色的迈巴赫，一路驶进了郊区那片安静的别墅区。他付了钱下了车，远远的唐优就看到应怀谦停好车，打开副驾驶的车门，从里头拿出一盒甜品，是他们刚刚一起去的那家店。再往前几步是别墅门口，站在那儿的是温蜜。她穿着一身白色长裙，头发披散着，眼眶红红的，像是刚哭过。他说了什么，唐优听不清，只见他手指用力地揪着衣摆，低头咬唇，眼泪一滴滴地往下掉。应怀谦站在他面前，一动不动地看了他好一会儿，下一秒他抬手将那盒甜品递给他，轻声说了句什么。温蜜接过时手抖得厉害，一下没拿稳，里面的东西就掉了下去，散落一地。他蹲下去捡时，整个人都忍不住抽泣起来。唐优屏住了呼吸，因为他看到应怀谦弯下腰，蹲在温武身旁，伸手轻轻揽住他的肩，把他带进怀里。他的下巴抵在他头顶，轻轻拍着他的背，一下又一下。温蜜哭得越来越厉害，手揪着他的衬衫不肯松开。他们之间的距离很近，近得像一对亲密无间的璧人。唐优看着那一幕，像是看着一场重复发生的过去。他看着应怀谦因为了投资喝到吐时，心疼的偷偷躲在被窝哭。你别哭，我心疼。他说那话的时候，眼神里带着真挚的疼惜。可现在他也用同样的温柔给了别人。唐优转过脸，不让自己继续看下去。再回过头时，温武正抬起头和他说着什么。应怀谦抬手替女孩擦去脸上的泪痕，动作轻柔，还替她理了理耳侧的碎发。随即两人一起走进了别墅，门缓缓关上，彻底将他隔绝在外。唐优站在原地一动未动，隔着一条街的距离，他却仿佛听见了心口咔嗒一声裂开的声音。他没有哭，只是觉得有点冷。夜色很快落下，
风越来越亮，他坐在路边等了1小时、2小时，天色一点点转黑，星星也渐渐布满了夜幕。可殷怀谦一直没有出来，他默默盯着那扇门，直到眼睛干涩也没有移开目光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殷怀谦发来的消息。他说暂时走不开，早点休息，别等我。他盯着那一行字良久，嘴角扯了扯，低低笑了下。他想起不知道什么时候殷怀谦和他说过，如果我撒了谎，那一定是为了不让你伤心。他就那么坐着，像等一场永远不会来的解释，直到东方泛起鱼肚白，殷怀谦都没有再出来。唐优坐在街对面的一张长椅上，蜷着身，手里握着昨晚已经冷透的咖啡杯，眼睛却没有合过一次。他就这样看着那栋别墅的门，一夜未曾移开视线。风吹得他鼻尖泛红，眼底一片血丝。终于天光渐明，别墅门开了，他的身体几乎是下意识地紧绷了一下。门内走出来的人是殷怀谦，他还穿着昨天的那身衣服，只是西装外套不在了，白衬衫的袖口被挽起，整个人略显疲惫，但神情却松弛自然。走在他身旁的是温主，嘴角微翘，看起来心情不错。他们边走边说着什么，声音不高，却带着几分熟圈的亲密。那一刻，唐优忽然觉得昨晚的那扇门是隔出了2个世界，一个是他站了一夜的世界，一个是他们共度一夜的世界。两人走到台阶尽头，才终于看见了对面的他。空气骤然凝滞，温密先是怔了一下，然后迅速收敛了笑意，脚步也慢了半拍。殷怀谦当场就愣住了，满脸震惊地盯着他。悠悠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旁边的温密转过脑袋，眉毛一挑问道：这位是谁呀？虽然听着挺客气的，但唐优能听出他语气里的不经意。这是我对象。温密眼神转了一下，像是刚想起来似的笑着说：对，你以前跟我提过。你好。紧接着他又把手撤了回来，笑着问殷怀谦：你昨晚不是说闹别扭了吗？这是和好了吗？这话听着挺随意，但殷怀谦的脸一下子就拉下来了。温密摊开手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解释道：唐小姐，你别多想，昨晚我心里难受，怀谦担心我才来陪我的。是这样吗？温密笑了笑，点点头，表示既然你来了，我就不打扰了。既然你都过来了，那我就先闪人了。没走多远，他又回过头来，对殷怀谦叮嘱道：你的衣服还落在我那儿呢，记着来取。说完，他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殷怀谦根本没心思搭理他，赶紧跑到唐优跟前。你是不是在这等了一通宵？他弯下腰，盯着他冻红的鼻子和眼睛里的红血丝，刚想摸摸他的手，却发现那手跟冰块一样亮。这一下，他的眼眶子立马就红了，嘴里嘟囔着：怎么能这么傻呢？你一个人在这坐了一通宵，难道不觉得冷吗？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？怎么不回家待着呢？他的声音越来越小，还带着明显的颤音。你要是没被我瞧见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咬紧牙关，拼命压抑着心里那股子快要崩溃的情绪。他一把搂住唐优，语气卑微的不行：全都是我的错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你怎么骂我都行，别这么折磨自己好吗？唐优没接这话，只是抬头盯着他，语气特别平静。你昨晚不是说公司忙吗？他紧张地咽了咽口水，解释说是温沃突然联系。是温迷突然联系我，他那边……我明白了，他心里不痛快，你来照顾他。说话的时候，他还顺势往后挪了一小步。你先别过来，我在这坐了一宿，身上凉得要命，你身上太热乎了，我怕一抱住你就再也舍不得放手了。殷怀谦整个人都僵在那儿了，嗓子已经哑透了。悠悠，你别吓我，我昨天真的什么都没干，就是陪他说了会儿话。他家里闹出点状况，情绪不太稳，我是怕他想不开才过来的。殷怀谦，你什么时候对别人的心情也这么关心了？他盯着眼前这个男人，看着他满脸都是那种着急又后悔的样子。你是不是还专门给他买了爱吃的甜点？殷怀谦愣住了，半天没敢吭声。以前你也是这么哄我的。那笑意太轻，像针一样扎在殷怀谦心里，让他疼得快要喘不过气来。我没想翻旧账，我只是突然觉得你现在好像能对所有人这么好，只要别人一哭一闹，你的温柔和耐心就全给他了。不是这样的，悠悠。他没让他说下去，语气没有一丝起伏地问：如果哪天我也像他那样崩溃大哭，告诉你说我受不了了，你是不是也会抱着我说别怕有我在？我会，我肯定。但可惜我做不出这种事，我这人既不会歇斯底里，也不喜欢求人留下来。悠悠，你别这样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没打算怪你，你昨晚去陪他其实也挑不出毛病，但我突然明白咱俩好像真的不太搭了。你快把这话收回去，就因为我陪了他一晚上，你就要跟我提这个？这不是主要原因，我只是发现你对别人的那份好跟我这份其实也没啥区别。你明明很清楚，我心里装的人只有你。我知道你是爱我，可我慢慢有点搞不清楚，
你的这份爱是不是只属于我一个人了？也许是我太自私了吧，总是希望你眼里只有我，只能哄我一个人。咱俩还是先各自冷静冷静吧。随着这话一出口，四周安静的吓人，仿佛连风吹树叶的动静都变响了。他没再去看他的脸，扭过身子就打算走人，谁知下一秒，殷怀谦一把就拽住了他的手腕，满脸都是一副不敢相信的神情。你刚才到底在说什么？我现在就想回家，一宿没合眼，我现在脑壳疼得厉害。殷怀谦盯着他那冻得通红的鼻子和眼睛里的血丝，感觉自己心口窝像是被人捅了一刀。原来他真的在这冰天雪地里守了整整一晚上。想到这儿，殷怀谦的心忍不住打了个哆嗦。他抓起他的手，感觉到那手心里传来的凉气，眼神一下子就暗了下来。悠悠，你怎么能干这种傻事？唐悠一言不发，只想抽回手，可他一把扣住他的手腕，声音沉了下来。别动，我现在就带你回去。殷怀谦，你撒开！你要是再敢提分手这2个字，我现在就抱你上车。他语气里没有怒气，只有快要溃堤的乞求和不知所措的惶恐。唐悠怔住了，他从没见过他这样。他缓缓抬头，看着他眼底的血丝和眼尾压不住的红。你在生什么气？我是在气，你一点都不知道心疼自己。这么冷的天，在外面坐了一夜，万一冻出病怎么办？你知不知道我刚刚看到你那一刻，心跳都要停了。他低头吻了吻他的指尖，温热的唇落在冰凉的指节上，微微发颤。别再这样惩罚我了，好不好？唐悠垂下眼，睫毛轻轻颤动，没说话。殷怀谦却已经将他的外套裹紧。走，我们回家。你该吃点热的，洗个澡睡一觉。你不听我说完，等你身体暖了，眼睛不红了，我再听你说一辈子都行。他语气轻得近乎低哄，可那一股不松手的执拗表现得又太过明显。说完，他毫不犹豫地牵着他往车边走。唐悠就那么沉默着，被他拉着。一路上，殷怀谦只说了一句：你怎么怪我都好，但是我现在只想把你弄回去。回到家后，唐悠坐在沙发上，不多时，一碗热腾腾的粥就被端到了他的面前。他坐在餐桌前，而殷怀谦坐在他身侧。殷怀谦看着他小口小口地喝着粥，始终没有转移视线，直到碗渐渐见了底，他才缓缓开口，声音低哑。悠悠，他目光灼灼地盯着他。你要骂就骂，要打就打，但别走，我不会放你走的。唐悠喉咙微动，脸上却依旧没什么表情。殷怀谦看着他眼底的倦意，终是低下头。你想怎么惩罚我都可以，但别不说话行吗？他的声音越来越低。我从来没怕过谁，可我怕你真的不要我了。唐悠鼻尖微酸，眼底也泛出一点失意。沉默良久，他轻声道：我先去洗澡了。唐悠靠在浴缸里，热气蒸腾，他这才感觉四肢渐渐回暖。听着外头厨房里碗碟碰撞的声音，他却已经没力气再去拆穿他的慌乱和不安。他只想闭一会儿眼，缓一缓那些快要溢出来的委屈。唐悠从浴室出来时，殷怀谦也正好从厨房走出来，手里还捧着一碗热姜汤。喝一口，暖暖。唐悠没有拒绝，伸手了接过来。他乖巧的像从前一样，让人挑不出一丝错。可殷怀谦心里却有种说不出的不安。在他喝着姜汤的间隙，手机突然震了一下。唐悠本来并不想理会，可他并没有停下的意思。第2声，第3声，像是有意扰乱这短暂的安宁。他慢慢放下碗，点开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可是他只看了一眼，便知道了来人是谁。昨天冷成那样，辛苦你替我们俩吹风了。不过你男朋友挺贴心的，给我冲了蜂蜜水，还煮了面，味道不错，3勺蜂蜜。他说你喜欢这个比例，甜一点会舒服点，对吧？我之前穿过你买的那件白衬衫，他说你眼光一直很好，试衣服那次你回头笑了，很甜。他记到现在，我有点好奇，你是不是能一直笑得那么好看？末尾是几张照片。厨房里，男人在灶台前煮面，袖子挽起，神情专注。女孩半倚在门边，笑意懒散，正好入镜。背景是他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家，桌上的2碗面配的也是他惯用的那双筷子。最后一张是文武穿着那件衬衫，头发半湿，坐在沙发上玩手机，怀里是他曾送给殷怀谦的限量款抱枕。那一瞬，仿佛有人缓慢又残忍地将他心脏一寸寸揉碎。唐悠盯着照片看了许久，喉咙仿佛堵着一团棉絮。他想起昨晚在车里，男人是怎么抱着他，轻声说：悠悠，我心里真的只有你一个人。可是这么深情的人，为什么一颗心里还能同时装下2个不同的人？唐悠不明白，他只知道有人正穿着他的衣服住在他的家里。眼泪不知什么时候涌上来，他倔强地仰起头。对面的人自顾自地说着，似乎完全不在意他会不会回复。前几天他出了场车祸，挺严重的，你知道是为了什么吗？就因为别人说了下我的不好，他就要替我出头，
和人打赌比赛，明明我都说不用管了，是他不肯，执意挡在我面前。你知道他怎么说的吗？他说站到我后面。那时候他一直守护着我，另一只甚至还在系头盔。我其实挺羡慕你的，毕竟你不用什么都做，他的一整颗心就挂在了你身上，甚至可以为你和全世界对抗。可是后来他不是也一样为我摔了一次车吗？对面的消息停了一会，唐优的心跳好像也停了一会。不过你放心，他从车里出来，第一反应还是喊你的名字，只是喊着你的名字，手却握着我的，真巧。最后2个字像是落在心上的刀。唐优指尖一点点收紧，屏幕上的光将他眼底的沉默衬得极牢。他没回复，只是忽然很想笑。殷怀谦走过来，见他坐得笔直，低着头看手机，却一动不动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唐优慢慢抬起头，眼里看不出情绪。听到个笑话。他轻轻将手机扣上。挺好笑的。什么笑话？讲的是你为了美人去英雄救美，甚至不惜跟人玩命的事儿。殷怀谦整个人都懵了，说不出话。你说什么呢？温蜜说你为了护着她去跟人玩命飙车，结果出了车祸。殷怀谦脸色猛地一变，似乎想解释什么。那不是……他轻声打断他：“你先别急着说。”他还说你很爱我。唐优嘴角露出一丝笑意，告诉他没必要感到局促。他说让我放心，哪怕你当时是为了他去玩命，你心里想的也都是我。姑娘抬起头，盯着面前男人的眼睛，缓缓说出那一句话。他说你真爱我。他的声音不高，却像一根极细的针，精准地刺入骨头最深处。他似乎察觉不到男人惨白的脸色，也不在乎他眼底的慌乱和痛意。唐优只是静静地望着他，缓步开口询问真假。是这样吗？应怀谦喉结滚了滚，嗓子仿佛被堵住，半晌才吐出一句话：当然，我从来没想过伤害你。他轻轻点头，露出了释然的表情，像是真的没有怪他。我知道你从来没想过伤害我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有时候你的保护也是一种伤害。屋内瞬间陷入了死寂，只有唐优的声音像风吹雪落，急不可闻。温蜜比我知道的多，她清楚你出事的准确时间，明白你摔车的细节，她知道你喊我的名字，也知道你拉着她的手，她甚至知道你冲蜂蜜水用几勺蜂蜜，可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他微微低头，像是在整理思绪，几秒后再抬头时声音柔和下来：听我这么说，你会不会觉得我是在无理取闹？殷怀谦没有说话，低垂着眼眸。可是为什么会有一个人总是什么都知道？殷怀谦像是被这句话击中了要害，整个人僵住，唇动了动。唐优望着他，目光清澈而沉静。你记得你以前说过什么吗？你说只要我不走，你就不会放手。可是阿宇，这次先放手的人好像是你。他低头看了眼手中空掉的姜汤碗，缓缓放回托盘里。这碗姜汤很好喝，谢谢你。悠悠，我不是有意瞒着你，我只是怕你难过。怎么可能真的喜欢他？可你还是护他，帮他，哄他。他喉结滚了滚，呼吸急促，却不敢再让他继续说下去。电话不合时宜的响起，却仿佛是递给殷怀谦一根救命稻草。悠悠，我接个电话。但我们之间到这里就好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他的心很乱，乱到不敢听清唐优要说什么。挂了电话，快步拿起外套走向门口，都没再敢看唐优一眼。你先好好休息，我去趟公司，有什么等我回来再说。唐优静静看着他，像是终于明白了什么，声音低下去。你不敢听。殷怀谦一震。你知道我要说什么，你怕听到我说出那句你最不想听到的话，所以你要走，像以前一样，只要你不面对，就当一切都在原地。不是的，这次真的是公事，我没有要躲的意思。你等我，我回来就谈，我们还有得谈。你不会真的离开我，对吧？唐优没有回答，他站得笔直，安静地目送他穿好外套，拿上钥匙。悠悠，你别胡思乱想，等我回来。门啪的一声关上，快到甚至刚好盖住了唐优说的下一句话。应怀谦，我们分手吧。应怀谦站在电梯里，低着头，手撑在额角。他知道他要说什么，早该知道的，可他不敢听，就像他一直不敢面对看到门外唐优的那双眼睛，那双在病房外静静望着他却什么也没说的眼睛。他上了车，关上门，把手机丢到了在副驾上。他没有急着发动车子，只是靠在椅背上，闭着眼沉默坐了好一会，心口闷得难受。殷怀谦喉结滚动，终于伸手拿起手机，屏幕上还有通话记录，是温敏。他犹豫片刻，拨了回去。喂，你回过来了？你刚才打电话找我，有事啊？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之前那个合作方临时改了资料。你可以找方律或者陈秘书。是我想的不周。你还在生气吗？你现在在哪？公司顶楼咖啡厅。他嗯了一声，挂断电话，发动车子。明知道唐优可能在家等他，明知道他刚刚的情绪已经压到了极点，可他还是一脚油门踩下去，朝着公司方向驶去。窗外夜色沉沉，街灯从他脸上映过去，又迅速被甩在后面。车子一路疾驰，红灯闪烁，
他没注意，一脚冲了出去，险些撞上对面拐弯的车。刺耳的喇叭声响彻夜空，殷怀谦猛地一脚踩下刹车，车身一震，他的手被贴在方向盘上，骨节泛白。回过神来，他闭上眼，眉头拧得死紧，眸色深沉。温蜜穿着深蓝色的西装裙，坐在靠窗位置，妆容精致，像是早已等候多时。你来了。殷怀谦点点头，没有多余的寒暄，只是拉开椅子坐下。他招手叫来服务员，替他点了一杯常喝的黑咖，动作自然熟悉。你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没休息好？他没有说话，温补歪了歪头，目光落在他领口微微凌乱的扣子上。你跟他吵架了？殷怀谦抬起眼看了他一眼，没有接话，但沉默有时就是一种默认。你每次和他闹别扭，好像都会来看我。他说的轻巧，像是说一件习以为常的小事。我只是觉得你现在这个样子太让人心疼了。他伸出手轻轻搭在他指节上，两人之间沉默蔓延开来。半晌，殷怀谦抽回手，低声开口道：你刚刚说的那个合作方把资料发我邮箱，我让陈秘书对接。好啊，你帮我处理就好。苦味在舌尖蔓延，却怎么也压不下心里不断翻涌的躁意。你是不是很累？别回去了，今晚留下来，我不说什么，就陪你坐坐，好不好？殷怀谦没有说好，也没有拒绝，他只是又喝了一口咖啡。窗外夜色越压越低，连月亮都被厚重的云层遮住了光，而他坐在暖黄的灯下一动不动。赛车场的灯光明亮而炽热，金属轰鸣与汽油味交织在一起。殷怀谦坐在驾驶座上，点火瞬间低沉轰鸣，像是从胸腔里炸开。你确定能跑得过今晚那些人？想试试。你太久没来了，手感都生了吧？他抬眼，视线落在他靠近的脸上，系好安全带。车子瞬间冲了出去，像猛兽脱笼，一头扎进夜色与灯光交错的赛道。风呼啸着灌进来，温灼惊呼一声，下意识抓住了副驾边缘的把手。你疯了？不是你要来放松。车子高速掠过一辆辆对手车辆，擦着赛道边缘惊险漂移。温玉看着他侧脸，心跳不自觉乱了节奏。他见过很多玩赛车的男人，却没人像殷怀谦这样克制、精准、狠厉。温玉忽然伸手替他理了理因为风而凌乱的衣领。我有点后悔今天穿得太整齐了，早知道该穿皮夹克配墨镜。他没回应，手中动作却稍稍一顿。你干嘛？你别靠太近，我怕撞了。是怕撞车还是怕我？温蜜整个人往他这边靠了一点，手搭在他的肩上，指尖若有若无地划过。你今天看起来有点危险，我喜欢。你再靠近点，我现在就可以把你丢下去。他愣了一下，下一秒却笑出声，像是被他的反击彻底挑起了兴致。场上的人少了不少，殷怀谦脱下外套，随手搭在车尾。陪你来放松，你怎么还冷着一张脸？他突然从包里拿出一支银打火机，俯身替他点燃了新烟。奖励你今天开得帅。温蜜，我有时候真觉得你有病。你打算一直这么没底线？对你没底线不算什么坏事吧，哥哥？这句话落地的那一刻，周围的喧嚣仿佛瞬间被抽走。有病又怎样？你不是早就接受了吗？温蜜靠着殷怀谦的车尾站着，长腿微微交叠，嘴里叼着烟。哥哥，你够了！当着别人的面把你扯出去，说你是我妹妹。你怕他误会你，可我不是别人啊，我是你妹妹。哥哥，闭嘴！他转身背对他，抬手按了按眉心，指骨用力到发白。殷怀谦记得那天17岁的温玉逃出来找他，瘦得像张纸条。他瞒着唐优，不想让温玉成为谁嘴里的疯子妹妹。温玉爱玩爱演，尤其爱在别人面前演他的小情人。你是不是其实也有一点点动心过？就1秒钟也好。你需要再去医院了，温碧。他的笑容一顿。你不是说会保护我的吗？我也没丢下你，但你不能一直这样。那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样？你不做你妹妹，你说我疯了？殷怀谦一言不发，只是抬手掐灭了那截快烧到指尖的烟。上车，我送你回去。你不会告诉他的，对吧？不会。那我还能再演久一点，多演1天算1天。到了他住的小区门口，车停下，殷怀谦没回头，淡声说：到了。你是不是很后悔收留我？晚安。他盯着他的背影消失，才转头靠在座椅上，打开手机。沉默良久，他把手机翻过去，扔在副驾驶座上，点火驱车离开。秘书联系他汇报海外项目行程。殷怀谦拿起水杯的动作一顿。去。国外行程很紧，回去那天他给他带了一件浅灰色的羊绒披肩。清晨6点落地，殷怀谦没通知任何人，拖着行李箱回到家。门推开时，屋子里的冷气扑面而来，他提着箱子的手微微一紧。悠悠，他喊了一声，没人应。他快步走到卧室，床被铺得整齐。他走到衣柜前，拉开门，空的，几乎是瞬间，胸口某个地方被拧了一下。他扯开抽屉，护肤品、耳饰、围巾全都不见了，像是从来没在这里住过一样。茶几上放着一张折叠整齐的纸，
拿起纸条，字体清淡干净，不疾不徐，就像他的人。应怀谦，我们分手吧。他站在原地，纸条垂在指尖，像是忽然被人抽空了力气。他重新扫了一遍客厅、厨房、阳台，哪怕是沙发缝隙里，没有落发，没有耳钉，没有他惯常用的小发夹。坐在沙发上，手指一遍遍划过通讯录那个熟悉的名字，始终没有勇气拨出去。羊绒披肩还在行李箱里整齐地折着，标签都没拆。他是真的彻彻底底地走了。窗外天色渐渐亮起，应怀谦的世界却慢慢黑了。今世的4月，阳光温暖而不炽，洒在城区的街道上，空气里带着一点清爽的桂花气息。唐优拖着行李箱从车站走出，他刚踏出2步，一辆低调却考究的黑色轿车已经停在了路边。驾驶座车窗摇下，熟悉的声音响起：“小姐。”是家里的司机吴叔，他在唐家开了20多年车，从他小学时就开始接送他。唐优唇角扬了扬：“吴叔。”小姐回来，太太高兴坏了，早早就吩咐厨房备了你爱吃的东西，说是你最近都瘦了，看着都没以前有精神。还看我照片呢。当然，太太经常拿你微博上的照片给我们看，还说看看我们家悠悠多漂亮。吴叔说着，将行李放进后备箱，打开车门：“上车吧，咱们回家。”车窗外是熟悉的街景，竟是他长大的地方。他的童年、青春、梦想，甚至爱情，都从这里开始，也似乎终将在这里归结。唐优靠在座椅上，心却一寸一寸往下沉。车驶入城南别墅区，穿过一排排安静的法桐树，熟悉的别墅出现在视野中。浅色外墙，层叠的木质阳台，花园里栽满了唐母最爱的蔷薇。他提着行李走上台阶，玄关门开得很快。唐母穿着米白色家居裙回来了。快进来，天气还是凉，瘦了，脸小了一圈。是最近太忙了。回来了就好好休息几天。客厅里，唐父坐在沙发上看报纸，听见动静抬起头，依旧是他记忆中那副严肃沉稳的样子。回来怎么也不提前说？想给你们个惊喜，爸。唐父点了点头，却没再多说。既然回来了，就好好待几天。厨房很快端上热气腾腾的一桌菜，都是他爱吃的。吃饭的时候，母亲轻声问他：“最近演出多不多？有没有累着？”还好，后面有场独奏会，不过时间还没定下来。时间定了，和我们说一声。唐优顿了一下，笑着看了他一眼。爸上一次听我演出还是5年前，那时候你刚毕业，现在已经是首席了。他们聊着拉琴、演出，也偶尔谈谈母亲的学生、父亲公司的事情，唯独没人提起应怀谦。唐优没提，父母也没问。他知道父亲从一开始就不赞同他们，不只是因为应怀谦出身不好，而是他太过锋利。父亲称赞他聪明、野心强势，但他也说：“我会喜欢这样的一个下属，但不会喜欢这样一个女婿。”他看着从小被自己和妻子捧在手心长大的女儿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他爱你的时候，可以为你付出一切，可他一旦不爱你，也能轻而易举地摧毁一切。”那时候他不信，也不怕。他站在父亲面前，坚定地说：“他不会。”可是现在，唐优把杯子放下，眼中有一瞬的落空。吃过饭，唐优独自回了自己过去的房间。推门进去的瞬间，一股陈年旧梦感扑面而来。窗帘还是他大学时挑的浅蓝色，书架上摆着的是他拿下第1个国际小提琴比赛冠军时的奖杯。床头那只瓷白色的音乐盒是应怀谦送他的。你第一次给我拉的曲子就是这个，我永远都记得。他当时这样说，捏着他指尖，一脸骄傲。我女朋友是最厉害的小提琴手。他低头看着那音乐盒，指尖轻轻一拨，熟悉的旋律缓缓响起。那是他最常拉的一首曲子，舒缓温柔。此刻听来，他却觉得歌曲背后有着藏不住的忧伤。他想起过去的他，总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他身边，哪怕不说话，也能给他安定的力量。他也记得那年冬天，他一个人回京市过年，应怀谦冒着雪来看他，他站在唐家门外，冻得手通红，还笑着问他：“你爸会不会一见我就把我关小黑屋？”他笑着骂他神经病，还是偷偷下楼开了门。那一晚，他陪他在别墅区外绕了一整圈。唐父后来问他去哪儿了，他撒了个谎，说是去见大学同学。那时候他是会为他说谎的，可现在他甚至没办法确定他是不是还会记得那一圈路。唐优一个人待在房间里，拨弄着盒子上的小人。他突然有点不习惯这种平静，这种没有应怀谦的平静。可他也知道他该习惯了，这才是他的家。他关上音乐盒，靠在椅背上仰起头，喉间那股酸涩终于抑制不住地涌了上来。唐优站在舞台中央，抱着琴低头调弦。这里是唐家多年前捐资修建的艺术礼堂，音响设备与隔音设计
都堪称顶级。礼堂今日已经清了场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偌大的空间里只剩他一个人和他怀中的琴。他闭上眼，琴弓落下，乐声缓缓流淌而出，从高处跌落，如月光穿过厚重的帷幕，先是宁静，再慢慢卷起暗涌。琴声绕梁三转，像是带着情绪的诉说，一寸寸将他的心念牵引。一曲终了，指尖还留着余韵。天色已经完全黑透了，满大街的灯火在此刻都已经亮了起来。音乐学院的礼堂里面，此刻被布置成了一个精致的派对现场。礼堂四处挂着金色的彩灯，宾客们端着酒杯，边聊天边碰杯。在这群穿礼服的人堆里，有不少各界名流，以及众多的艺术家。大家聊天的时候，都在念叨着今晚的主家，也就是谢氏基金会。唐优穿过密密麻麻的人群往后台走去。他今晚受邀过来演出，主要目的是为了给山区的音乐教育去筹集一点点的公益资金。此刻他正站在后台的暗处，穿了一件深蓝色的露肩长裙，盘起的头发衬得他眼神格外安静。等到报幕一结束，灯光亮起，舞台上的聚光灯猛地亮起，他便不紧不慢地缓缓地走上前来。悠扬的琴声就像水波一样，在这一刻慢慢飘进了外的夜色里。这首曲子他早就拉过无数遍了，但今天特意在几个地方重编，就在那其中几个段落做了重新编排。今晚活动办得非常顺利。等到散场以后，唐优果然在人群中遇到了意料之中的男人，那就是谢庚礼。他今晚穿了一身笔挺的黑西装，剪裁很合身，西装显得整个人既沉稳又内敛。他正准备要从侧台处离开，刚好在这里撞上了迎面走来的他。当两人的目光碰到一起，看样子我的运气确实还不错。唐优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，像回了一个笑。他说：“也许是吧。”两人中间隔着一个人的距离，虽然显得有礼貌，但透着生分。谢庚礼稍微侧过头看着他，开口问了一句：“是不是打算走了？”演出完是打算直接走了吗？本来确实是这么打算的。谢庚礼盯着他的眼睛，眼神里透出一丝波澜，语气仍很稳当。那么能不能先别急着走？唐优没料到他说话这么直接，于是笑着回了一句，反问他：“你这是想让我专门为你留下来？”谢庚礼也跟着低声笑了笑，说是为辛苦一晚上的特别优待。就当是给你忙活一晚上的特别优待。他没立刻给出答复，只是顺手撩了一下他那耳边的碎发，垂下眼睛，像是正在权衡这种玩笑到底应该要怎么去接。谢庚礼也没开口催他，只是在一旁安安静静的这么等着他。过了几秒钟，唐优忽然抬头问他：“那你打算拿什么过来奖赏我呢？”谢庚礼的语速不紧不慢，说：“礼堂2楼有个间休息室对着湖。”礼堂楼上有一个休息间，正对着后面的湖。他说休息间那里风景确实挺好。唐优听完忍不住笑出声来。听你这意思，怎么有点像是在诱导我？那就得看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走。他看了对方一眼，没再继续接话。可是下一秒，他还是默默地转了个身，低声说了：“走吧。”谢庚礼轻笑一声：“走吧。”他伸手按了下轮椅上的遥控按钮，随着轻响，轮子慢慢转动。2楼的这间屋子确实非常安静，窗外能看到湖水在夜色起伏，远处有小桥，灯光在水面微微晃动。唐优就这么站在窗户前，他没打算坐下，谢庚礼则在旁边安安静静的在那陪着他。你平时是不是经常这么邀请别人？谢庚礼表现得很坦荡，说不怎么约别人，但如果你是例外。我不怎么约别人，但如果是你。他说但如果是你就另当别论了。唐优回头，眼神带着审视。看来你接近我似乎有点别的目的。谢庚礼回望着他，说话的语气甚至显得有那么一点无辜。没什么目的，只是单纯对你感兴趣。唐优不置可否，转过身来靠在窗边，窗外的光照在他的颈侧。你到底想了解我哪一点？谢庚礼想了想说：“我很想知道你拉琴的时候在想什么。”唐优没第一时间接话，而是转头盯着窗外，看了好一会儿。过了很久很久，他才轻声说道：“想忘记一些不该留的事，也想记住人。”谢庚礼一直注视着他，眼神变得深沉，问他是记还是在忘。那今晚这曲子是想记还是想忘？他看了他一眼，笑得眼睛都弯了起来，对他说了一句：“你猜。”谢庚礼跟着轻笑了一下，说想知道自己有没有机会被记住。我更想知道自己有没有机会被你记住。唐优没有回答，对方也没再追问。窗外的风在不停地吹动，湖面上的那些光亮也在摇晃，某些不该产生的情愫正向前。那种莫名的情愫在这个夜晚终于还是越过了应有分寸。是不是觉得他这人挺随意的？唐优斜了他一眼，没吭声，只是嘴角带着点笑意。确实有那么一点点那个意思。咱们这才是第2次碰面，对吧？谢庚礼停了一下，这是第3次。唐优当场就愣住了，他仔细地想了半天，哪怕记性再好，也只记得见过2回。谢庚礼并没急着辩解：“你记得的是2次，
没错，但还有一次是我瞧见了你，你却不知道我。唐优抬头盯着他，眼神里写满了吃惊。谢庚里似乎早料到他不记得了，一点也不奇怪。只要我记得就行。窗外的湖风吹了过来，湖面上的灯影也跟着晃。